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作为绿联的老用户，我用 DX4600已经快2年了，一直在使用它备份自媒体素材成片，就还挺不错的。目前用了也快到顶了，工作室升级，素材量越来越大，素材也越来越多，就想要再整一台 NAS。而咱们前段时间也折腾了几台黑群灰，折腾是挺好的，不过老折腾也不行，就想着要不要再整个成品的4盘位 NAS， 所以这次选择了绿联的4盘位新品 DXP4800。所以这就来看看绿联的这款新 NAS 到底如何，相较于我们自己折腾的群灰有什么区别，它会适合什么人使用。那么我们点赞收藏，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的答案吧。首先我们先来沉浸式开个箱，看看它的外观以及我准备了哪些东西。当当，我们来开箱一下绿联的新款私有云储存啊。绿联 NAS， 我们这回也是组了自己的 NAS， 然后对 NAS 又有了新的一些理解啊。毕竟现在是真的是一直在用，而且也在一直团队协作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目前这个新的这个 DXP4800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啊？我现在在用的是4600啊，这个是4800。这是一个配件盒，然后这是它的主体。OK， 好，这是它的防尘网。当当，这就是它的一个主体，还是一样的铝合金的结构啊。然后这边1、2、3、4，它是可以放4个硬盘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扭到锁定那边，然后就可以锁住。然后这应该是免拆的一个硬盘架。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然后这里多了一个 SD 卡的卡槽，然后 Type C 口 3.2 进2的口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一个防尘网，绿联的防尘网，一个 USB 3.2， 一个 HDMI， 2个 USB 2.0， 2个 2.5G 的网口，然后看一下它的配件盒，然后这里有个说明书。这是它的电源适配器，一个这样子的电源适配器。然后这边这个是看一下这是啥？散热硅脂，靠。然后这个是拆卸的工具，一个这种，然后一堆螺丝。啊，这边这个是前面我提到的硬盘的一个锁定的卡扣。这边给它锁定，你就没有办法打开了，就移不动了。不锁的话，它就是可以直接抽出来的，这个还挺好的啊。然后这边这个也挺不错的，这样绿联。OK， 然后这是一根网线，2根啊。OK， 然后它的底部我们可以拆下来看一眼。这是一个三星的 DDR5 的内存条，然后这边可以插我们的固态，现在是8GB 的内存啊，然后这边的固态是可以再插2根，我是建议大家作为缓存使用啊，然后我们装回去，晚点等我们的那个到了，我们再来使用它。OK， 过段时间我来装它的这个硬盘。看一下它这个卡扣是怎么弄来的，安装提示，翻转至背面，箭头方向。它是可以直接免拆安装的啊，就安装上一块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这4块盘就已经都装好了啊，然后直接放进去就行了。4号。然后这边它是有一个锁扣的，然后我们装好了之后是可以直接把它给锁住。它就没有办法拿出来了，需要我们把它给解锁掉，解锁才可以拿出来。
那现在我们转到它的背部，它是有2个2.5G 的这个 LAN 口，先插一个，然后把这个电源给它装上去。然后我也准备了它背部的一个固态，当时还没到，所以我们先装那个固态。我是打算把它做成 SSD 的缓存，所以现在没关系。这边是它的电源口，这边都连起来了。然后背部它这个是一个分散的防尘罩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巨大的风扇。然后这边是开关，我们点击它。然后就是开机了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转到电脑上，然后我们可以输入它的一个网址。好，这边就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绿联，然后它这边它是有一个未初始化的，我们直接连接，然后我们开始，这里我们选择注册一下00杠，这里我就干云飞吧。云飞，然后管理员名字云飞，然后输入密码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步。它这里会有一个手机号码，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啊，就是注册并且绑定绿联的账号，它就可以开启远程访问的一个功能。当然，我们如果不需要这个服务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跳过。这个服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，所以我们注册一下。这里我们使用本地账号，也可以不使用手机的号码。如果要远程访问的话，我们就用绿联的这个窗口，绑定之后打开 Ugreen Link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获取一下验证码76。好，我这个号码是已经注册过绿联的账号，所以我们选择绑定设备。好，这里它有一个系统更新的一个选项，这里我们就选第一个它推荐的，然后开始系统的一个初始化，然后储存一下密码。咱们之前是使用那个绿联的 DX4600嘛，然后它的这个系统应该不是这个系统，现在这个系统是 UGOS Pro， 然后系统要重启啊，它大概要5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绿联云的一个新的系统的一个教学啊，我来看看啊。那 NAS 上的初始应用，下一步储存管理，然后文件管理器，然后控制面板，应用中心，那桌面壁纸 ，OK， 前往储存管理器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是4块硬盘都插满了，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存储池啊，类型我们直接 RAID 5 3块硬盘啊，我们全选吧。直接下一步，分配容量。它3块 RAID 5的话，它一共的容量是10.8T， 我现在总共是30多 T， 所以就是损失一下这个容量嘛。好，下一步，储存空间，RAID额完成。好，删除所有数据，云飞的密码确认 ，OK。然后晚点我们再加一个 M.2 的槽位啊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是正在创建我们的储存空间，然后看一下这边的，哎呦，感觉目前也还不错啊。然后看一下它控制面板有哪些东西啊，用户管理、文件服务、设备连接、终端机、网络设置、安全性所有服务。关于本机，相对来说，它的设置会更简单一些，相比于巡回的话。然后控制面板、储存管理器、应用中心，我们看一下它应用中心现在有哪些应用啊？还挺多的啊，我们一键安装。我也用它使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工作室的网络也都升级了
2.5G 的内网。所以接下来就来谈谈我使用它的一些实际的感受。首先，我们感知最明显的速度测试，我们得先来看一看，毕竟局域网升级了2.5G， 能不能跑满，速度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可以实际感受到的东西。首先我们需要在绿联云客户端里面设置开启 SMB， 然后在如何设置里面复制对应的地址，在访达里面直接填上服务器的地址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测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它们的速度啊。我们首先在控制面板这里，文件服务，我们直接开启这个 SMB 服务，然后这里会有 Mac 的访达访问的一个链接，我们随便选一个，我就选这个4800的这个链接 SMB 啊，然后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访达，然后在这里前往连接服务器，我们这里粘贴一下连接，继续，然后这里它需要我们登录一下，然后我们登录一下我们的账号。记住它连接，好，然后这里有那么一大堆，我们随便选一个，我们就选择文档吧。在文档这一块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它的这个速度。我这里选择了我之前做的一期视频，是黑神话串流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写入速度啊，它是有15.4GB， 然后我们来放进去。好，现在是使用这个2.5G 的一个网络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峰值的写入是有300多兆，正常它可以跑到280多，这是绝对跑满了2.5G 网口的一个速度了。这个速度是真的非常棒了啊。然后我把我这个桌面的给删除掉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读取的一个速度，还是15.4G 啊，然后我们来放过去，好。我们来看这个速度，读取的速度是到了190多，200、205，差不多在200左右，所以我们写入速度会更快一点啊。经过我们的录屏，我们可以发现写入的速度它最高可以达到300兆一秒啊，而读取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220兆一秒，这个体验就直接拉满了，这块是不需要我们去担心的。读写速度我们都了解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配置方面，外观我就不重复讲了，这块我们开箱这里已经详细的演示了。处理器4800采用了英特尔的 N100， 最高是 3.4G 赫兹，系统是装在了32GB 的 eMMC 里面，外壳航空铝合金，前方有一个 Type-C 口和 USB 口，速度都是 USB 3.2进2。然后还直接配有一个 SD 卡槽，速率是 SD 3.0， 这对于我们拍摄视频的人来说也是巨大的利好。如果你的数据是直接进 NAS 或者备份的话，就可以直接使用它。我实际测试下来，它的速度也是可以跑满卡数，就是挺好的一个点。而后方一个 USB 3.2进1，两个 2.0， 一个可以支持 4K 60的 HDMI 接口，然后就是 NAS 必备的 2.5G 网口乘2。这个众所周知，绿联的硬件都是非常 nice 的，这块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操心。这个外观设计搭配上这些切口，就确实很舍得给料啊。而软件方面，作为绿联的老用户，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UGOS Pro 系统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保持了之前系统的简单易用、美观的同时，响应速度还更快了，然后专业性也更强了。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它目前的系统是什么样子。它的使用逻辑和我们的手机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在应用中心里面下载程序，目前是有21个官方的程序可供我们安装，覆盖了大部分人所需要用到的相册、影视、网盘等。应用下载完成之后，会默认在桌面添加快捷程序，就和手机使用软件一样，基本上没有上手难度，直接点点点就 OK 了。后续绿联在应用中心这块会有第三方程序的接入，以此来丰富这个应用市场，这点还是挺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就是这类成品 NAS 的一个优势，各平台的客户端，尤其是移动端的客户端，直接一个 APP 就解决了目前 NAS 里面的所有内容。比如你可以直接使用它备份相册，直接使用它听音乐，直接使用它看你的电影资源，它会自动帮你分类整理，直接远程访问 NAS 里面的文件等等，这些都是直接内置在这个里面的，这个还是很香的，特别是远程访问啊，在连接的时候直接使用远程 Ugreen Link ID 连接，局域网内会自动切换为局域网连接，而到了外网就可以自动切换到远程，且速度还很不错，目前这个体验真的很香啊，这个是普通用户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东西。而如果是群晖，这一套下来要下载好多应用，功能多不说，设置还要花好大一番功夫。我拿2个
个比较直观的例子，就是大家到手都会使用的相册和电影。相册我们在手机客户端备份相片之后，4800会在本地识别人脸，然后你也可以在识别的设置里面开启大模型，这是真的很香啊！很多大模型供我们选择，我去看到这个的这一刻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也太香了。就比如我们就简单训练了一个识别手表的大模型，对于一些特定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自己训练这些识别，而且这个模型还可以导出给他人使用，这就挺香的。因为它这个是全部存在本地运行的，所以安全隐私这块也不用担心。而光影这方面，绿联已经非常接近专业的影视程序了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下了很大一番功夫。实话说，不管是 UI 的设计还是海报墙的展现，然后电影封面的刮削都匹配的很到位，到手即用的状态，这就很香的。我们都不需要自己设置刮削的 API， 绿联现在是直接内置了，只需要添加媒体路径就可以自动刮削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下载需要的电影即可，像是 HDR、杜比世界的偏圆，色彩优化也挺好的，蓝光圆盘也能够播放，而且搭配这个读取速度，原片的质感真的是太享受了。然后不管你是在手机上、电脑上还是电视上，都可以直接观看系统给我们整理好的电影，而且你开启互联账号之后，距离也没有限制，这是真的很省事。之前整了黑群晖，一直没有弄影视这一块，就是怕太麻烦。绿联这套目前真的是挺简单的，就很不错。所以我使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易用。对于小白没有接触过 NAS 的用户来说，上手的难度低，而且新手的引导也做得很细致，跟着系统走就好了。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相册服务、影院服务自带的外网连接，这都是很实用的点。而往专业里面来说，这一代的 Pro 系统是将权限做得更细致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很方便的在里面设置不同的权限、不同的读写设置。但是得注意一个点，它的管理员是评级的，就是所有的管理员都可以编辑这些权限，所以这方面大家要注意。而上面的应用中心对于需要一些进阶操作的用户来说，可能有一些服务没有，那么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Docker。目前绿联的 Docker 使用也是比较便捷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绿联的移动端的 Docker 应用也几乎是完整的，还有绿联的虚拟机，这都可以比较方便的搞定。不过有可能在 Docker 方面，大家下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搜索一些国内的镜像源，把它们配置到加速器。具体的步骤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，就拿我会使用到的微粒同步来举一个例子。首先我们去到微粒同步的官网，然后我们找到 Docker， 然后我们选择 Docker 下载，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它有一个代码，然后我们复制它，然后来到绿联 Docker 的镜像仓库，我们选择搜索它，然后并选择下载。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下载异常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志。我们到日志这边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错误下载异常的错误是连接超时，这是因为国内现在来说有很多镜像都是无法下载的。到这一步，我们其实是需要去配置一个国内的镜像源。我们在设置里面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加速器，然后我们可以搜索国内的镜像源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镜像源。然后复制出来，先到浏览器里面去粘贴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它是否可以正常使用。然后我们把镜像源配置到这个加速器的这个位置，然后确定之后，我们再回到微粒同步的一个下载界面，我们重新下载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就下载完成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添加微粒同步这个 Docker 镜像。然后在容器的设置里面去设置一下它的端口映射，这个具体的端口映射我们可以去看微粒同步它官网的一个教程。我们这里主要是要配置8886这个端口，在配置端口映射的这个位置，我们选择8886，然后容器端口也填8886，然后我们再配置一下它的数据传输端口，还是同样的步骤啊。好，我们确定。到这一步，其实我们这个镜像就已经创建好了，然后我们等待它启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连接它。看到这个界面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当然，如果要使用虚拟机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准备好对应的镜像，直接在虚拟机里面导入即可，挺简单就可以配置好。而如果你和我一样使用 NAS， 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存储设备，同时也要存一些工作团队的资料，甚至我们还会调用 NAS 里面的数据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不同用户的不同权限。就比如说共享文件夹里面的权限，我们可以设置对应的工作人员，设置成读写、只读、禁止访问等等。具体的就看实际的工作情况，
而且这些内容都是可以直接使用远程访问的，这都没有区别。而作为服务器，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文档、表格的协同也是没有压力的。且最近的一次更新还有了 IPv6 的支持，如果你有自己的公网 IP 的话，那么你也可以自己配备 DDNS， 折腾更多的玩法。而总的体验下来，它目前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国产 NAS 产品，整体的使用非常的顺滑。你想要紧局域网保持文件的安全性，你可以的；想要随时随地的访问数据，你也可以。它的应用目前来说，对于普通用户作为家庭存储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可以在光影和照片的储存上提供很大的帮助，而对于团队用户，它也有比较合理完善的一个权限分配，还有共享文件夹和个人文件夹。而如果你是进阶玩家，使用的场景更多样，也有 Docker 和虚拟机等着你。而且系统的底层架构开放性相当的高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以我个人的使用感受来说，目前它的调性我还是会更推荐它作为我们的家庭存储。在家庭这块，相册和影院它是做的非常不错了，真的就很简单，到手即用。而且我们要明白一个点，咱们买的是一整套的服务，遇到啥问题就是可以直接在帮助中心里面反馈，里面那个企业微信的咨询是真的有大佬在值守，常见的问题直接解决，一些疑难杂症还可以帮我们远程，这一块我是真切的体验过，还是很香的，我还是挺推荐大家来试试它。就这个易上手的程度 ，UI 的简洁，以及相册的本地智能的 AI 还带训练大模型，然后隐私强的无脑，讲真，用起来是真的很不错，直接就免折腾，就挺好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绿联 D3P4800的一个体验分享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最后你也来说说你的看法吧，买过的人都来留言啊！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评论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